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9月13日，谭松韵黑天鹅造型亮相金熊猫盛典，颠覆甜美形象，惊艳全场。甜妹谭松韵化身黑天鹅引爆全网，30岁女演员凭啥不能冷艳？她一句演员就像水，装在什么容器里就是什么形状，揭开转型背后全民对女性标签的集体反思。都说娱乐圈的红毯盛典是一场明修栈道、暗度陈仓的时尚大戏，可就在2025年9月13日成都金熊猫盛典的红毯现场，一个名字一夜之间杀上了热搜榜，狂扫网友眼球。这位就是我们的甜妹谭松韵，但这次她戴着黑天鹅的马甲，一身凉飕飕的高贵冷艳气质，上场气氛立马风云突变，粉丝大呼认不出了，网友直夸这才是转型范本。说真的，娱乐圈里啥造型都能看见，但甜美清新的人突然化身冷艳暗黑女王，多少还是有点让人挠头，纷纷开启这还是李尖尖吗的灵魂拷问。问题来了，演员是不是就该被一种形象牢牢锁死？转型到底是自我突破，还是商业操作？服了，这场红毯不只是时尚 battle， 更是社会剖析的活教材。有一说一，这谭松韵黑天鹅造型一放出来，网友的脑袋瓜全都嗡嗡响。甜美小公主突然变身高冷黑天鹅，这转型也太让人猝不及防了吧！一边是铁粉兴奋终于不用装可爱了，一边是群众吃瓜还是喜欢以前亲切的李尖尖，直接把转型2字摆在了天平两端。一时间，社交平台弹幕横飞，女演员应该百变，30岁女人能不能再可爱成了热门讨论。谭松韵的黑纱裙不是普通的黑，层层千丝万缕，像商场里爆款裙子拼接升级版。她那全包眼线、花包头，配上冷漠眼神，和以往笑嘻嘻的形象判若两人。好家伙，网友甚至嘲笑这装扮，连他妈都该认不出来了。但你看红毯上，她和李晨并肩站着，一个男帅女美，只当吃瓜群众特工表情包的原型。你说演员究竟有没资格刷新人设？大写加粗的问号。这事儿说起来其实是老生常谈，娱乐圈里的女明星仿佛都有个甜美、可爱、清纯的终身套餐，稍微走点新路子，换点气质就能炸锅。谭松韵插旗黑天鹅造型，分明是在和这些旧标签说拜拜。粉丝都自比上班族，职场雷厉风行，回家变呆萌少女。人不是只有一种模式，可普通人遇到换风格，最多是衣柜更新，顶多朋友说你咋最近变野了。但明星不同，他们每一次公开亮相，承载的可是全网的情绪指数。比如这次，评论区有人狂赞突破形象，勇气可嘉，也有人冷嘲热讽，还是适合甜美，别硬装冷艳。看多了，大伙都清楚，时尚圈和演艺圈这点事，一个字卷。不过我的说，哪怕宅女变霸，总也就一条裙子的事，不至于上升到人生观这么高的地步吧。更魔性的是，每个女孩衣柜里都缺一条能让自己黑化的裙子。这话听着像段子，但却说出了多少人对自我表达的渴望。刨根问底，这波争议层层升级，演员转型俨然成了全民话题。杂艺红毯的喧闹声已经慢慢散去了，晒黑天鹅照的人少了不少，造型的热度也在消退。大家开始进入一种莫名的假性平静。吗事都过去了，甜妹还是甜妹。可这波平静只是表面，底下却翻着波浪。瞬间让自我风格突破的谭松韵，面对的不是一片喝彩，而是一堆不适合的冷水。有一类网友坚定不移地认为，形象转型未必是明智之举，大家更喜欢她以往的可爱路线。甚至有资深时尚博主冒死点评，
称谭松韵的黑天鹅裙虽精致，但比起国际一线时尚大玩家，潮流感还差点意思。这话咋听咋像开局就被打入冷宫。更有部分演员同行私下揶揄强行冷艳不如自然可爱。这么一来，转型变成了背刺粉丝的代名词。但这阵风过后，还是有不少理智网友站出来：30岁的女人，凭啥不能冷艳？凭啥不能一人多面？还是那句话，大众审美对女明星转型的双标，早该翻篇了。要我说，娱乐圈里的转型之难，就像老铁家里翻新房子，别人上门指点1万句，但真碰上自个儿家门，想咋装还得自己说了算。但实际呢，谭松韵能否彻底黑化，还是得观众说了算。假性平静下，各方的反对声音蠢蠢欲动，冲着她的成长之路招摇过市。可就在大家快要把这波热度敲没的时候，谭松韵本人直接引爆新一轮讨论。她说，演员就像水，装在什么容器里就是什么形状。水给的勇气，不仅是梁静茹，还是30岁的成熟自信。网友们瞬间醍醐灌顶，原来转型不是扮酷变脸，而是赋予自己新的成长机会。再回头看红毯上的谭松韵，她台风沉稳，表情自如，哪怕是黑天鹅气场全开，也没丢掉那元气笑容。网友火速解读她不是在装酷，是在玩混搭，做自己。甚至有心理学大 V 分析，越是公众人物，越要勇于打破旧标签，观众应该给予更多包容。就像东北的大妹子，平时穿棉裤大花袄，操起锣鼓气场2.8米咋地？今天我就要美的不讲理。而这也正是社会对女性自我觉醒的注脚。矛盾激化点又来了，一边是女人可以随时改变，一边是别乱搞观众认知，你来我往，评论区变成了战场。接地气盘点一下，咱们看的是红毯，其实见证的是女性全社会的进步。谭松韵这步棋走出了自信，也收割了前文的所有争议伏笔。演员不是被定义的花瓶，她可以是任何她想成为的人。热搜持续了快1天，圈内圈外都在讨论谭松韵黑天鹅造型，但事情看起来平定，实则危机暗藏。有粉丝担心她转型后失了原有味道，流失了甜美人设的超强带货力。有品牌方开始观望，毕竟甜妹路线好卖货，冷艳风格要重新布局。不少影评人站出来泼冷水，演员转型最怕的是两头空，不甜不酷，夹在中间尴尬症犯了。更有资深观众操碎了心，质疑谭松韵的演技能不能撑起转型带来的更高期望值。这种声音让你很容易想到东北大姨批评自家娃今天穿成这样上街，别人都不认识你了。分歧加深，红毯似乎成了社会认知风暴眼。但你细品演员的每一次自我挑战，背后都是市场与自我之间的拉锯。谭松韵这场黑天鹅实验，真的能撼动原有事业基础吗？还是会像狂风中的蜡烛，风头一过就被主流审美吹熄？此时各方声音都在剧烈拉扯，转型看似潇洒，实则步步惊心。更揪心的是，国内演艺圈女性突破形象束缚实在不容易，主流价值观、粉丝经济和个人成长这3板斧加一起，哪一板都能把楼板砸漏。谭松韵的黑化还要走多久才能彻底被市场和观众接受？这悬念恐怕比红毯现场还要耐琢磨。唠到这儿，老铁们是不是也想给谭松韵点666的大拇哥？不过咱的泼点醒神的水，站在反方立场嘴碎一句，红毯黑天鹅到底是演员自我突破，还是圈子里的一场名利游戏？有些网友嗑瓜子敲键盘，敢转型固然好，可要是扮酷失败，下一步是不是还得生吞观众的槽点？要我说，转型不能靠一身衣服定乾坤，也不能光卖气场不管人设。演员的真正成长，
是敢于在自己风格之外杀出重围，哪怕下场被吐槽，也能拿实力说话。假装夸奖一句谭松韵，你的黑天鹅造型真高级，至少能让全网停下来琢磨下30岁的女人能穿啥这件事。但深层次的矛盾还在市场倚重甜美，观众关心形象，品牌之刃爆款，演员变着花样卖自己，难不成只能任由外界推着往前走？这才是咱们值得思考的事。这么多热搜，这么多争议，到底是观众给女演员设定了铁板一块的甜美标签，还是演员自身勇气不够，还得靠造型来撒点盐？你觉得30岁的谭松韵穿黑天鹅裙算是自我颠覆，还是一场刻意营销？是不是圈内外对女性风格的铁锁比想象的还要重？留言区开杠，甜美路线和冷艳转型，你挑哪个？还是你觉得演员有种就该穿出自己的戏，撑起观众的所有期待？欢迎憋不住的你爆个料。